好，針對川普祭出的各種關稅戰，現在是連黨內自己的人都倒戈了共和黨議員現在集體一起向美國倒戈川普那馬克宏在這個時候，他則是號召歐盟國家做最後的警告，說歐洲不能相信川普。這一系列發生了什麼事情？今天帶觀眾朋友一起來了解3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的，就是6名的共和黨人都倒戈了，他們是硬擋下川普的關稅政策，認為他這個關稅政策根本就是有問題的。在倒戈之下，我們也來解讀一下，那代表川普的黨內鐵票開始鬆動了嗎？他的領導權難道開始出現了裂縫嗎？第二件事情，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的是，法國總統馬克宏正式的對歐洲國家做了示警，說現在歐洲應該要進入所謂的準緊急狀態。那麼一起來對抗美國。那加拿大則是聯手喊說要對抗經濟的威脅。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把美國的盟友都逼成了對手呢？最後我們也會來看到，在歐洲國家，其實呢，雖然現在看起來許多國家是反美的，但是呢，對於中國大陸的態度，其實幾個歐洲國家是完全不一樣的。加拿大的部分是比較拉近中國的，但是法國還是強化限制中國。那歐盟呢，同時一起對抗美中，又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接下來趕快關心到的是川普關稅戰，真的是可以說是第一次在美國的國會破防，因為共和黨本來掌握多數的眾議院，11日通過了一個比較罕見的法案，就是一個決議，就是要撤銷川普對於這個加拿大關稅的措施。這一項這個措施其實一開始是由民主黨所提議的，但是表決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竟然是6名的共和黨議員自己倒戈川普，最後是以219票對上211票來過關了。結果共和黨倒戈之下，川普暴怒，他直接在這個在投票期間他就已經對外喊話了。他說，任何你的眾議院或者參議院的投票反對關稅的共和黨人，你接下來都會在選舉的時候承受嚴重的後果，包括在黨內初選，等於是對他們直接祭出威脅哦。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了，這個共和黨人仍然是選擇倒戈，民主黨現在看在眼裡，覺得自己機會來了，好像看到了一個破口，所以他們打算繼續提出各項的法案來。這個提案來反對川普上任以來對世界各地增加的關稅。共和黨的倒戈可以說是川普自己內部破口的第一槍嗎？聶老師怎麼評估 ？OK， 我覺得原來這樣講哈，川普呢，他可能做的所有的動作哈，那麼不管你欣不欣賞他的魄力哈，他的這個決斷力、執行力，但是呢，我相信他得罪了太多人，尤其他的不道德的這種形象哈。所以我說他之前是3面楚歌，現在我覺得4面楚歌。哪4面呢？第一個，我相信現在美國呈現一個叫 K 型社會，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像以前的 M 是這個窮富呢這個慢慢分離之外呢，它現在是屬於 K 的，有錢的一直往上，那麼這個越沒錢的越沒有機會一直往下。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川普上來有沒有？他自己常常自己也很這個沾自己說，你看這些人賺了多少錢，他又搞了什麼比特幣圈等等就是這個虛擬幣圈。那你要知道，川普這個人他急公好利嘛，對不對？這好大喜功，所以呢，其實看在很多人的眼裡，民眾是不喜歡他的。你如果跟美國人接觸，真的是不喜歡。第二個，當然就是他自己在國內的政治的對敵，就是民主黨，比較屬於偏左翼的民主黨。那不管是任何法案，大概民主黨只是因為他的霸氣真的算十足，因此把民主党也壓制的好像不太能夠喘息。但是民主黨總有機會找到破口想進去。第3個呢，我覺得就是剛剛講到歐洲這一部分各位想想，從愛爾蘭、丹麥一個一個到這個我們的對岸中國去做所謂的這個貿易這個參訪之後呢，大家知道去年12月，雖然馬克宏去沒有拿到太多的糖吃啦，所以呢，馬克宏因為他這個形象還認為說我要去看，我帶着企業大佬想跟中國商貿的一些合作，但這些西方面孔他總覺得他想多拿一點，但是呢，當中國現在底氣很高，並沒有給他很多，所以他還是對中國還是有點防範。可是你看到卡尼在1月初這個加拿大這個卡尼是非常優秀的，你看他學經背景就知道。再來1月底呢，這個斯凱爾，英國也不是小國嘛，當然現在英國沒有以前的底氣，但是最早英國也是個象徵意義也過去了。而且大家要知道，這個 MERS 這個歐盟的德國的這個總理
2月也要過去啊，你就知道，而且每一個都是帶着商業大佬，對吧？一團過去，我講3面楚歌是這個，但現在4面楚歌就麻煩了，因為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川普呢旁邊有一堆什麼東西叫中心內閣，你看不管商務部長啊，這戰爭部長等等，每一個對他非常忠心，只要川普說，抬頭大家都抬頭，低頭大家都低頭，說 yes 大家都 yes，no 就 no， 這個中心內閣真的也讓他他的核心氛圍也抓得蠻穩的，所以呢，說不好聽一點，裝川普一個霸氣就已經非常的讓人不欣賞，但是也會怕。但他中間那個的確有種力量，但是你要知道，不是每一個共和黨屬於他的族群的人都這麼忠心，也就是共和黨這些從長久這個在政治裡面打滾的人，像川普他還是一個商人，異經圖取的，這些人其實反他的其實心中很多，只是你今天當總統，你有霸氣，他們不敢反。我的意思是說，這4面楚歌第4道是一個很重要的關卡，就他的自己人，就自己黨內人都沒辦法支持他的時候，這個破口當然您說民主黨會見縫插針，這樣一定會。那共和黨呢，其實也不欣賞他，也就會有所謂的寒蟬效應或者所謂觸媒效果。那麼也就是說，不管他是不是打的第一槍，川普有很多的違反道德、違反國際法的種種的行徑，一定會一再的呢，越來越可能被人家唾棄。所以我覺得川普啊，現在好像還有一定的底氣，但是未來我覺得他可能會慢慢的氣勢會慢慢越來越出來，尤其他自己人開始反對他的时候。好，所以共和党現在內部第一次出現了破口，會不會造成寒蟬效應？其實從美國自己國會的內部現在持續的擴大，到原本我們看到美國原本的這些很好的盟友，現在也集體要來對抗他。那這次站出來的這個法國總統馬克宏就特別對着這些歐洲國家去做示警。細節我們來看一下他說什麼。馬克宏說呢，最近的格陵蘭事件就是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舉例啦。他強調呢，格陵蘭時刻就是警鐘。雖然說我們可以看到美歐關係現在比較好了，但是他不認為這是持久的轉變。他也說，當面對明顯的侵略行為的時候，歐洲啊，你不能夠再繼續妥協了。過去幾個月退讓證明你是行不通的，我們應該要讓歐洲進入緊急狀態，別再對美國鬆一口氣。加拿大總理卡尼，對美國比較鷹派的這位卡尼也呼籲中等強國必須站起來，一起對抗大國的經濟霸凌或威脅。馬克宏有辦法真的號召歐洲國家一起團結對抗川普嗎？歐洲這麼的多國，厲將軍怎麼看？我覺得從這一次這個川普對加拿大加徵關稅撤銷案的投票有6名共和黨的這種議員投票倒戈，就可以看起來所謂一葉知秋嘛。難道這些共和黨黨員，雖然說川普威脅他們說，你們如果說是背叛我之後來講的話，初選的時候我都不會幫你們，甚至我會讓你們當選不了。可是為什麼這些共和黨黨員有6名而且不是少數都還要倒戈？我覺得他們主要是聽得到民意美國自己他選區裡面的民意，他知道說是你川普不能再這樣幹下去，你這樣的話對自己盟友不停的這種下刀子，那這些盟友最後都是背叛你而去甚至於投向中國的懷抱，包括加拿大是如此，歐洲難道不是也是如此嗎？但是我們看到歐洲現在非常的這個不要講非常的羸弱了，也非常的悲哀我們現在講世界3強，你會覺得世界如果說3強是哪3強？中國、俄羅斯還有美國，那歐洲排得上排不上。曾幾何時曾經是這個日不落國的英國跟歐洲今天淪落到連這個世界的3強都排不上。那我覺得歐洲會排不上3強，主要的第一個在軍事安全上面來講，它必須要依賴美國。我們看到俄烏戰爭，現在美國不再提供給烏克蘭的軍援之後，變成歐洲自己要提供給烏克蘭軍援歐洲自己明年湊了這個9000億歐元去提供給烏克蘭，因為美國不給了嘛，那他們又怕說是俄羅斯強大以後會打到他們歐洲來，所以安全上面他必須依靠美國。那現在美國根本就棄他們於不顧，不但在安全上面背棄他們，甚至於反而就譬如像格陵蘭事件，還要借着格陵蘭島強索格陵蘭島來欺負這個歐洲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在經濟上面、經貿上面更是如此。美國自己對這個歐洲來講，除了對加拿大，也對歐洲來講要課徵關稅。雖然說歐洲那時候揚言要報復，
可是我們看到報復的清單列出來以後，我們覺得非常的蒼白。對，你看這個能夠報復什麼？就我不買你美國的哈雷機車哦，當然也只能在這方面，其他東西他沒有能夠拿出對美國致命，就是你如果非要買我歐洲的東西不可，沒有，大概一些奢侈用品了哈。但是反觀美國对歐洲說，我課你多少關稅，課你多少關稅，甚至於對瑞士這種巧克力哦，都要對於這個勞力士表都要苛徵到39%的關稅。那當然造成歐洲來講，不管是安全方面或經貿上面更是如此。但是歐洲會不會團結？我跟你講，歐洲不會團結。為什麼我一口咬定歐洲不會團結？因為歐盟是好幾個國家，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這種立場跟國家的經濟利益。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哈，譬如說是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天然氣來講，每個國家立场就不一樣。像匈牙利它就需要啊，像德國它就不見得需要，英國根本就不要啊，甚至北歐國家它是有天然氣啊，所以每個國家立场不一樣。另外我們講一個比較具體的哈，就是歐洲的這個有所謂的這個公共資源，這個要不要補貼製造商？這一點，這個法國跟德國兩個立場就不一樣。法國當然希望你補貼我製造商，降低我製造商的成本。但德國來講的話，如果你補貼之後，是不是會增加我製造商的成本？就會增加。所以光這一個項目來講的話，要不要將這個公共的財務補貼製造商？法國跟德國意見就不一樣。所以我覺得整個歐洲來講哈，要團結是不可能的啦，因為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立场，每個國家的產業也不盡相同，你叫他們要同舟共濟，我覺得是難上加難。所以我們只會看到將來哈更被撕裂的歐洲，但是絕對看不到一個團結對抗川普的歐洲。那這麼羸弱的歐洲國家為了各自不同的產業利益，現在很難真的團結起來。那這麼羸弱的歐洲，接下來要怎麼樣對抗美國？歐洲的下場是什麼？或者說接下來怎麼在美中之間來選邊站或者对抗美中？張將軍又怎麼看？我認為在這個結構上面呢，歐洲想要整合有它的一個困難度。它現在美國對這個歐洲呢，它又增加關稅，美國的政策又搖擺不定，那讓歐洲這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壓力。那有壓力，你要面對美國這一方面，那你歐洲那邊要整合完畢啊。但是他們整合在結構上就是困難。你看歐洲哈，歐盟這27個國家，他們北邊的很有錢，南邊的窮，東邊的很窮，但是西邊的也很有錢。你看啊，它超過 GDP 超過10萬美元的，你包含愛爾蘭、包含瑞士、包含盧森堡，都超過10萬美元的，但是不到1萬美元的，你那個這個斯洛維尼亞。還有我們講到的這一個烏克蘭，或者是在講到的這個，他在那個南邊的，我們叫做摩爾多瓦，這個國都沒有，都很窮哎，你怎麼整合在一起呢？所以他在這方面呢，語言也不一樣。歐盟總共24種語言，有意大利語，有法語，有德語，有英語，還有其他的這些語言。你怎麼樣？南邊講西班牙語跟葡萄牙語，你怎麼整？語言都有問題啊。那總共地夠不夠大？約423萬平方公里，人夠不夠多？也夠多啊，4億5千萬人啊，也比美國多啊。但是問題是你這些都是各個東西是破碎，每一個國家的利益都不同。同時，他倆要跟美國對抗啊，他缺2個關鍵的，最重要的是沒有辦法。第一個，能源依賴。他歐洲有自產能源嗎？你除了俄羅斯跟烏克蘭之外，沒有產這些天然氣跟石油的。那你也都要依賴美國，依賴中東，要不然你就依賴俄羅斯，你要不要？你就是依賴，你的能源沒辦法獨立，永遠沒辦法獨立。第二個，軍事國防沒辦法獨立，這些武器系統都買美國的，你能夠獨立嗎？有美國駐軍在歐洲，你都要靠美軍來幫你保護了。你的武器裝備你也沒辦法，你光靠法國也不夠啊。所以你看看，你這個在政治軍事上，你就要對外依賴了，人員也要對外依賴，這2個最大的面向，你都沒辦法獨立了。你想要獨立，想要去跟美國、跟中國大陸做對抗，沒有辦法。27個國家沒有27個國家共同的利益。沒有辦法整合，這是最困難的。經濟條件不同，文化不同，還有制度也不一樣，科技水平也不一樣，各國的稅率也不一樣，你怎麼樣去整合在一起？沒辦法起一步了。整合的困難度拖住了他們進步的程度，所以他們想要跟美國對抗，想跟中國大陸對抗，我認為時間還很遙遠。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